爸，你为什么害容策破产？为什么骗我？是你自己撞上来的，没用的人，去死吧！阿策，对不起，是我亲手毁了容氏，毁了你的一切。让你和容策联姻，是利用你整垮容氏集团。姐姐，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了，包括你的男朋友。我心里只有微微，以前说喜欢你，只是逢场作戏而已。阿策，来生我不做谁的妻子，我只做你的昭昭。昭昭，全干掉，一个都不留！昭昭，如果有来生，我一定。我早知道你身不由己，被你利用，我心甘情愿。昭昭别怕，我来陪你了，我们永远都不分开。我重生了，还重生到了我和容策订婚的那天。上辈子我被你们欺骗，你们不仅夺我母亲留给我的财产，还将我活活害死。这辈子，我一定要你们血债血偿。昭昭，让你和容策联姻只是权宜之计，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妻子。我对你的真心就像这颗钻石项链一样，至纯至坚，至死不渝。死渣男倒是挺会演。挺好，渣男怨女，那我就先收点利息。哲远，这不是星辰之泪吗？这很贵吧？哼，果然是从孤儿院里爬出来的贱货，一条 A 货就把他给唬住了。昭昭，再贵的东西，只要能表达我对你的真心，都值得。听说星辰之泪的工艺登峰造极，用的是最顶级的合金系列，坚韧无比，无论怎么拉扯都不会断。昭昭，住手！干什么，昭昭？林昭，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吧？啊！昭昭，快走！昭昭！李兆假意和我订婚，又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看来你的真心跟 A 货一样，都是易碎品。阿策，订婚宴好无聊啊，我们回家吧。阿远，你没事吧？给李叔打电话，就说昭昭有点不对劲。在订婚宴上和前男友拉拉扯扯，是当我不存在。阿策，你听我解释，刚才林哲远他只是……李昭，如今你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你从小在孤儿院就应该知道，背叛我是什么下场？原本以为他是个不可靠近的恶魔，没想到他可以为了我，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昭昭，你是因为愧疚才这样主动吗？李昭，你就不能乖一点吗？阿策，我以后你就住这里。等等，今天可是我们的订婚日，你忍心让你的未婚妻独守空房吗？
罪了我，从我这里偷走了城东项目的招标计划书，让你父亲赚得盆满钵满。这一次，你又想从我这里偷走什么？阿策，阿策，你听我解释。浪费时间。阿策，是我以前伤你太深，你才不肯信任我，是我罪有应得。周周，这么多年我一直爱着你，希望你不要再辜负我。李昭，李昭，你疯了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赌赢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你干什么？享受我的新婚之夜。你别后悔。醒了就别装睡，李昭，你这演技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未婚夫，昨晚还满意？拿自己的身体当诱饵，谁教你的？是你那个精于算计的父亲黎正业，还是你的前男友林哲远？昭昭，荣草没有怀疑你吧？那个招标会今天上午就开，你必须要套出他的。好得很。为了从我这里套取机密，不惜拿自己以身示人。李昭，可真是委屈你了。果然，上辈子干了太多蠢事，所以即便重生，也依旧得不到阿策的信任。不过没关系，阿策，你很快就会知道。所以你觉得我昨晚百般逢迎，是为了拿到招标书？难道不是？我如果想背叛你，我昨晚就应该去书房偷拍你的电脑，而不是费尽心机的说服你。不过如此。你等等，你摔坏了我手机，赔我！先生，去买一部新手机给他。是。对了，你在书房电脑桌上放一份标注好的城西地块的最终竞标书，然后备车。你要把竞标书交给黎家，那可是……照做便是。是。李昭，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该死！这个废物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电话也打不通。
不会是被容策那疯子关起来了吧？李叔，我觉得黎昭有点不对劲。昨晚订婚宴上，他差点勒死我，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知道了又怎样？他一个小丫头片子，还能翻出天去？只是这个招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准备了这么久，绝对不能功亏一篑。没有容策的底价，我们怎么竞标啊？就按照之前的165亿报，赌一把。我就不信容策他每次都能赢。至于黎昭，等拿到项目之后，我们再慢慢收拾他。走，我们去会场。李小姐，先生吩咐叫我送一部新的手机过来。进来吧。还有什么事吗？李小姐，先生他这几年很不容易啊，白手起家才走到了今天。其实他都是为了保护你呀。你12岁离开了孤儿院，后来回到了黎家。他呢，从孤儿院出来，赤手空拳的在商界杀开了一条血路，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啊。先生他早就知道了黎家人心术不正，料到你回到黎家之后会受到委屈，会被利用，所以呢，先生想把自己变得强大一些，强大到能够把你护在他的羽翼之下，不叫任何人伤害到你啊。李小姐，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跟先生说，毕竟欺骗对于先生伤害更大呀。王叔，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知道了，我绝不会伤害他，再也不会。好。阿策，请再相信我一次。可不能。爸，黎昭还没来吗？容策都已经来了。谁知道这次爸，昭昭，你终于来电话了，事情搞定了没有？他没有发现你吧？爸，我好害怕，容策他把我关起来了。乖女儿，只要你拿到了东西，爸爸就马上救你回来。我找到了，先挂了吧，我一会儿拍给你。好的，乖女儿。小王，赶紧改一下竞标价格，改为128亿。怎么样？黎昭背叛我，就要付出，把黎家的招标书毁了。各位久等了，所有参与投标公司的项目书以及最终报价文件均由工作人员完整接收，评审结果将在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后向大家郑重公布。荣总真是承让了，这个项目看来我们黎氏要笑纳了，以后在城西这边还望荣总多多关照。你什么意思？停，这么有把握？把握还是要有的嘛，毕竟我们黎家连女儿都送出去了。那丫头虽然说上不了台面，但终归是没有白养一场。李总，你利用昭昭对亲情的渴望，把她当作工具，这笔账我会连本带利的跟你算清楚。荣总，在血缘亲情面前，你永远都是个外人。就是，只要我勾勾手指，黎昭就像狗一样跟过来。是啊，
姐姐她嘛，天生就是给人当狗的命。以前呢是孤儿院的流浪狗，现在嘛是离家的狗。以后嘛，说不定又换主人了。再说一遍。爸，要宣布结果了。没事，放心。各位久等了，经过严谨的评审，本次城西地块开发项目最终的中标者是荣氏集团，中标金额为160亿，恭喜荣总，恭喜荣总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为什么？这绝对不可能！他们的报价明明是126亿，怎么变成160亿了？老板，我们的人摸过去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中标了，就没有动手。Come a little closer, let you catch my disease. Sick of wanting to scream. Paralyzed, fight or flight, I'm paralyzed. Out of time, and nothing's right. 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你修改了文档金额，故意下套给黎正业，为什么？李正，是你陷害了我们！你说什么呢，微微？我怎么听不懂啊？不可能，怎么会？绝对有黑幕，对，有标书。我们要求公示荣氏的标书。李总，按照投标规则，投标书绝对不会对外公开。在此之前，所有投标者我们都提前通知过。李总，你们对我荣氏集团的最终报价如此笃定，难不成动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窃取了我荣氏的商业机密？你这是血口喷人！是吗？商业间谍罪可不是闹着玩的。给我出来！李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你是不是联合荣策来故意坑我？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的好爸爸，好戏才刚刚开始。爸，我在书房电脑上看到的清清楚楚就是126个亿，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爸，我可是您的亲生女儿。荣策他就是个疯子，他每天把我当犯人一样关着，我恨他还来不及，我怎么可能为了他背叛你，爸？谅你也不敢。不是你，难道是荣策故意弄了一个假文件，就是等着我们上钩？荣策，这次被荣策这小子给涮了，我要让他付出代价。这是一个窃听定位器，想办法藏到荣策身上。爸，我不敢，如果被他发现了，他会杀了我的。是不敢，还是不想啊？爸，还记得这个吗？妈妈的镯子。既然你背叛了我，背叛了这个家，那你妈留给你的遗物也就没有用了。不要！既然你背叛了我，那你妈留给你的遗物也就没有用了。不要！妈妈，是我模糊童年回忆中唯一清晰的身影。妈妈，为什么爸爸还不回来？爸爸工作忙，明天他一定会回来陪你的。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我喜欢妈妈的镯子。好，谢谢妈妈。李振业，说好你要回来陪女儿过生日的，你还要让她失望多少次？什么工作比女儿还要重要吗？
昭昭，昭昭！自从你6岁那年走失之后，你妈就从未放弃过找你，甚至积劳成疾，郁郁而终。临死前还攥着这个镯子，念着你的名字。现在你为了容策那个外人，你要背叛他，背叛这个家吗？为了拿回属于妈妈的一切，我忍啊！我错，我求求你别扔他，我求求你！不要让我失望。我有点不舒服，先回房间了。慢着，说吧，黎家又给你下达了什么命令？不行，听为妻有窃听功能，我现在还不能坦白。没有啊，他就是怪我办事不力，骂了我一顿，然后我就。李周，看来黎家的狗链你带的倒是挺习惯的嘛。今天竞标会上的这场苦肉计演得真好，也是你们黎家的主意吧？什么？先是你假意投诚，反手坑了黎家，下一步是不是就该轮到我容策为你感动涕零，彻底信任？然后你再将我推下万劫不复。坏了！你闭嘴！明明是你故意利用我传递假情报，这才赢了竞标。你现在还颠倒黑白？你要是不信任我，你何必要娶我？他今天为何如此反常？自从你6岁那年走失之后，你妈就从未放弃过找你，最后甚至积劳成疾，郁郁而终。临死前还攥着这个镯子，念着你的名字。我要不要告诉阿策？他会帮我吗？无论如何，妈妈的镯子我一定要拿回来。李小姐，先吃早饭吧。先生把你的手机刷坏了，吩咐我给您拿了部新的，手机卡已经装好了。他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算了，等我拿回镯子再向阿策解释。容策，你在哪？你给我出来！容策，你快出来！你听到了吗？李周，你又在发什么？李周，你到底想怎样？阿策，我头疼，我害怕，你能陪陪我吗？我集团还有个会议，我得走了。王叔，再给他拿一份早餐。你不陪我，我吃不下。那你就算了，那你陪我喝了牛奶，我就放你走。嗯。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样？当然是吻你。阿策，对不起，这是我最后一次骗你。李昭，你知道背叛者最害怕什么吗？应该是被发现吧。不，他们最害怕的是自己最真实的东西被摧毁，被碾碎。
事情办得怎么样？容策没有发现吧？成了，镯子还给我。急什么？等事成之后，我自然会还给你的。我现在就要，否则我立刻给容策打电话，告诉他你在他身上装了定位器。你猜以他的手段，他会怎么对你？翅膀硬了。行，我给你。半个小时之后，老地方见。不时不候，记住，只准你一个人来。哼，黎昭那个小贱人，总算还有点用。黑鲨，是我，黎正业。你不是做梦都想找容策那狼崽子报仇吗？你报仇的机会就在眼。怎么打车来的？不然呢？我又没车，难道让容策的人送我？镯子给我。一个不值钱的镯子，也值得你这样惦记。因为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你也该庆幸这一点，不是吗？你这话什么意思？要不是我顾念妈妈的感情，又怎么可能被你口中一个不值钱的玉镯情感绑架？你怎么跟你爸说话的？行了，我帮你办了事，你该告诉我了。你监视容策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容策这些年来树敌无数，想要杀他的人从城南可以排到城北，我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帮他们精准一下靶子罢了。你要杀他？这叫借刀杀人，懂吗？好了，镯子已经给你了，跟我回去吧，免得待会儿容策那边热闹起来，溅你一身血。不必了，你好自为之。不识抬举。阿策，你那个定位器，我早就发现了，我也调查到了黎正业，他利用你母亲的遗物来威胁你。那个定位器有窃听，所以当时我没办法告诉你实情。这些把戏，在我小时候，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我是你老公，你应该相信我，而不是选择独自行动。昨天竞标会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表明了立场，可是后来你对我以为你还是不相信我。好了，是我的错。容大总裁，好久不见！是谁？黑鲨，他怎么在这儿？定位器不是已经……小美人儿，要不要看看你手上的手镯？我的好女儿，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早就猜到你会反水。容策那个定位器只是个障眼法，真正的杀手锏就藏在你的手镯里。既然你选择背叛黎家，选择跟容策那个疯子一条路走到黑，那就别怪爸爸心狠。黎昭，我的好女儿，现在你和容策这个狼崽子一起迎接你们的死亡吧！下来！阿策，没事的，别怕。老陈，带黎小姐赶紧走，快！是，先生。阿策，不要下去，我们一起走，我一起走。周周，他们的目标是我，只有我下车，你才能安全。不要，我们一起，谁都走不了。周周，不要，阿策，不要。
心意，就算今天死在这里，我也值了。老陈，赶紧走！快走！快走！真不愧是荣大总裁啊，死到临头了还如此镇定，真是佩服啊！黑鲨，这几年不见，毛都不见长了。什么？我说你啊，曾经也好歹是叱咤过江城，没想到如今只能沦落到被黎正业那个货色当刀使。荣策，你他妈还敢提？要不是你毁了我的公司，毁了我的一切，我会落到这一步吗？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今天我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兄弟们，给我上！去死吧！谁他妈偷袭老子？李总，你怎么来了？荣总，李小姐疯了，她扑上来抢方向盘，结果车还没停稳，她就跳下去了，我实在是拦不住啊！李正，你疯了，你不要命了？快回去！我不走，要死一起死。荣策，你这个小白脸魅力不小啊！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女人为你送死啊！这个小妞长得不赖啊！兄弟们，一会儿下手都轻点，留着慢慢玩。找死！先生，老实点，给我蹲下，别动，别动，别动，我蹲下，对，别动，给我送警局，走，走，快走！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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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策！阿策，你醒了，你终于醒了，你怎么样？你昏睡3天了，喝点水。你刚刚说我昏睡了3天，那你岂不是少了我3天？连衣服都没有换。我担心你，你还疼吗？你为了救我，还受伤了，让我更心疼。怎么了？你又疼了？头有点晕，要朝朝亲亲才能好。不行，你的伤还没好，等你伤好了，我们再……这次的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黎正业，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俗话说，打蛇
要打7寸。李正业当前正计划掏空整个黎氏，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把黎氏那个空壳子以及其他的一些巨额债务留给你，而他要带着他的老婆还有女儿林哲远逃往国外。你怎么知道？我老婆的事我当然知道。既然黎正业这么在乎那个公司，那我们就从公司入手，釜底抽薪，让他无处可逃。正业，你这么早就去公司吗？黑鲨那个废物毁了我那么好的一步棋，让荣策全身而退，这之后还不知道怎么报复我呢。我得赶紧去公司盯着他。不急这一时啊，好歹把早餐吃了。我不吃了，没有胃口。李总，不好了，出事了！荣氏疯了，他们疯狂狙击我们的股票，现在我们的股票已经跌停了。说什么？再说一遍。李总，今天一早，荣氏就动用巨额资金，然后不计成本的对我们的股票进行疯狂的抛售打压，引发市场恐慌。现在跟风抛盘的人太多了，我们开盘不到10分钟，就已经崩盘跌停了。跌停？是的，李总，他们好像根本不在乎亏损，就是要拖垮我们。现在公司楼下全是记者，股东们的电话都快打爆了。公司现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李总，我先去公司了。疯子，真是个疯子！为了一个女人，他竟然伤敌1000，自损800。老公，王叔，你这是？李小姐，先生说把这些都拆了，以后不用了。以后不再需要这些冷冰冰的东西了，我会用我自己的眼睛好好看着你，每一天每一刻。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你现在胆子可真是越来越大了。还不都是跟你学的。继续。当然。黎薇薇，她怎么来了？应该是替他爸打抱不平吧。你做了什么？我也没做什么，只是让黎氏股价跌停板，顺便用了一下杠杆资金，小小的做空了一下。做空？还用了杠杆？阿策，你这要承担多大的风险？万一……傻瓜，担心我亏钱啊？那是自然，对付他们，不值得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昭昭，你不是一直想夺回苏家的产业吗？是啊，可是……所以我就在黎氏股价跌到谷底的时候，以你的名义暗中集结了一些散股。我这样做也是在为我的太太夺回江山做准备。谢谢你，阿策。那你想怎么谢我？肉肠。黎昭，你这个贱人，你有种害黎家，害爸爸，没种出来见我吗？你给我滚出来！叛徒，给我滚出来！他疯了，我去看看。我陪你。黎昭，滚出来！哎呀，你冷静点，别冲动啊！冷静，
爸爸病了，公司完了，都是黎昭那个吃里扒外的贱人，他联合荣策那个疯子，来陷害自己的亲生爸爸，简直天大李薇薇，再胡闹的话，请你出去。好好，我倒要看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微微，那个古董花瓶是宋代官窑，400多万，砸吧。只是不知道以黎家现在的财务状况，还能不能赔得起？黎昭，你终于肯出来了！你这个恶毒的贱人，那是你亲爸，你居然联合外人坑他，你不得好死！亲爸，一个把我接回来只是为了当起死使唤，不择手段也要榨干我最后一丝价值的人，也配叫亲爸？那又怎么了？那他也是你亲爸，是他给了你生命，他就算是利用你，你也该受着。我以为这次阿策的行动之后，已经表明我和你们一刀两断的决心了，可我没想到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还想用这点微薄的亲情来绑架我，真可笑。你承认了，你终于承认了，都是你干的，你这贱人，你毁了黎家，我要杀了你！你冷静点，冷静点，千万别动手。你想想黎叔，想想公司啊！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黎家可真是好大的胆子。我毁了黎家又怎样？黎正业用我母亲唯一的遗物要挟我，甚至还想置我的爱人于死地。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的爱人不是昭昭，你爱的不一直都是我吗？你怎么会爱上荣策啊？我承认，我之前是对你有过一丝好感，可那不过是因为你是在我被接回黎家后唯一对我和颜悦色的人。可后来我才知道，你当年的那几杯温水，那几句不痛不痒关心的话，都只是因为我顶着黎家长女的名头，对你还有利用价值罢了。你，所以我真的很好奇，你们这群豺狼虎豹是怎么好意思出现在我面前自诩其辱的？姐姐，我们真的都知道错了，我们终究是一家人啊！你能不能高抬贵手，救救爸爸？你真知道错了？错了，李氏集团已经连续跌停3天了，爸爸在医院 ICU 都进2次了。你要是再不出手，咱们家就真完了。对啊，昭昭，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高抬贵手吧！啊！想让我高抬贵手，也可以。真的吗，姐姐？你真的愿意放我们一马？谁让你站起来的？跪下。想让我放你一马，也不是不行。你们俩就在这儿，当着我和阿策的面，互相扇巴掌，扇得响一点，扇得狠一点。要是扇得我满意了，看得我解气了，说不定我可以放你们一马。你说什么？李昭，你不要欺人太甚啊！我欺人太甚？你们利用我欺骗阿策的时候，怎么不说欺人太甚？你们把黑纱当枪使，要杀我和阿策的时候，怎么不说欺人太甚？我对你们做的，还不及你们对我做的万分之一。昭昭，毕竟微微是一家人。昭昭的家人只有我，你们算个什么东西？你们，哼，好啊，李昭，我告诉你，你今天想让我们在这儿互扇巴掌，这事绝不可能。微微，我们走。黎家破产，反正跟林哲远也没什么关系。不过黎薇薇，有件事你应该还不知道。平日舔惯了黎家的林哲远，背地里或许已经找好了下家。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问林哲远不就知道了。江家那个私生女，王董那个50多岁的夫人，还有宋家那个丧夫寡居的李太太。林哲远，你跟他们的关系都挺近的吧？不是啊，微微，你听我解释，他纯属在诬陷。原来是跟烂黄瓜，倒是跟你挺配的。你疯了！你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渣男！
平时像条哈巴狗一样跟在我身后，摇尾乞怜的，结果离家还没倒，你就着急找下家了。江家那个贱种私生女，皇土夫人那个老太婆，林哲远，你真让我恶心！干什么？林哲远，你居然还敢还手！我跟你拼了！看来黎家这出好戏还没完，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对黎家的股价又是一剂强心针。姐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求求你救救爸爸，救救黎家吧！看你们狗咬狗，我倒是挺开心的。不过想让我放了黎正业，做梦！李正，你耍我！以牙还牙罢了，拖出去。拖走！阿策，我累了，陪我睡个午觉吧。放开！李正，你以为你赢了吗？你以为你报复了爸爸就痛快了？你妈妈再也回不来了，你被拐走的那10几年时光也再也回不来了。你说什么？闭嘴！让他说。爸爸为了铲除你们母女俩这2个绊脚石，先是找人假装人贩子拐走了你，然后再把这一切都怪到你妈头上，最后亲眼看着她自责内疚，抑郁而终，然后亲手拔掉了她的氧气管，就是为了接我和我妈进门。李成，你现在还觉得你赢了吗？什么意思？自从你失踪以后，你妈妈那个疯婆娘天天哭闹着找女儿，精神彻底垮了。爸爸嫌她碍事，就找人伪造了一份鉴定报告，将她关进了精神病院。把她嘴堵上！是。你知道她在里面过的是什么日子吗？电击、捆绑、冷水浇头，像狗一样被关在笼子里。想想你妈妈的样子，像狗一样被关在笼子里。李薇薇，我杀了你！父，周周，冷静，别这样，听话，松手，看着我，周周，看着我。扔出去！再敢靠近一步，打断腿！出去！走走！我们先生，你的手无妨。有我在，你相信我，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阿策，对不起，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控制不住自己。好了，没事，一点皮外伤而已。起来吧。可是你为什么要拦我？那种人渣根本不值得你，就算是同归于尽，我也……因为你的命比他们的命贵重1000万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为了拉他们下水，把自己搭进去。李正业为了钱怎么对我没关系，可是我没想到，连妈妈的死也是他的手笔。就算是同归于尽，这笔账我也要。傻瓜，我刚才怎么交代的，你全忘了？你要是跟他们同归于尽，那我该怎么办？谢谢你，阿策。谢我什么？谢谢你愿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谢谢你愿意爱我。那不如换一个方式谢我。就这。
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我来教你该怎么谢我。Don't say a thing. I'm right next to you.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m lose my mind. Just feel them lose my mind. 先生，李小姐，经过我们的调查，李薇薇从这儿离开之后，就去了江小姐常去的私人会所，和王董夫人一起去了郊野别墅，核实了您所说的林哲远出轨之事。还有呢？林哲远出去之后，好像就被李薇薇给甩了，一直待在黎家门口，好像是想求得李薇薇的原谅。那黎正业呢？在医院躺着，生死未卜。不对，立刻派人去病房监视李。阿策，你的意思是？黎正业现在在病房里生死未卜，黎薇薇她现在应该没有心思去关心林哲远的那些破事。你说的对，黎薇薇是来找我帮忙的，她没有必要提起我母亲的往事。她这样做，应该不只是为了逞口舌之快，故意激怒我。但我一时之间也想不到他这么做的原因。想不到也没有关系，林哲远在黎正业身边待了那么多年，我就不相信他不知道黎正业的那些破事。你说的对，狗咬狗最有意思。薇薇，我是被黎昭陷害的呀，我心里只有你啊，薇薇，求求你开门，你出来，你听我给你解释好不好？薇薇，你听到那些传言都是黎昭那个毒妇故意编出来离间我们的，我发誓，我心里只有你，薇薇，我不能没有你啊，薇薇，薇薇，薇薇，我那些女人，我连手指都没有碰过，我爱你，我只爱你，我发誓，我要是骗你，我就被车撞死，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如果我爸现在没躺在医院，今天你还会来跟我道歉吗？会，我当然会啊。江家那个贱人已经亲口承认，你送他限量款包包，王夫人家的佣人也看见你深夜出入，这些你怎么解释？薇薇，不是这样的，我跟那些女人就是逢场作戏罢了。啊，你不过是我林家下游公司一个小家族的私生子，像条摇尾乞人的狗一样，靠着黎家才有了今天。结果呢，你竟然背着我去舔别的女人。不是这样的。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背叛黎家的代价。啊，不是，薇薇，从今往后，若是再让我看见你靠近黎家一步，便打断你的腿。李薇薇，不是，那就别怪我不义了。林哲远，昭昭，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走，小心些。林哲远，废话就不必多说了。你之前替黎正业干过不少脏事儿，现在也成了黎家的一枚弃子。黎正业卷钱跑路，肯定不会带上你。你想活，就得跟我合作。你怎么知道他要？你想怎么合作？那就要看看你手上有多少筹码了。你给黎正业鞍前马后那么多年，你手上应该有能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吧？没有，我真没有。黎正业他做事很谨慎，从来不会让我经手核心文件，每次让我办事也都是给我一部一次性手机，用完就收走，我根本没有留证据的机会啊！这个老狐狸真是难缠。黎正业刚被昭昭摆了一道，以他的性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到底打算怎么做？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浪费时间。周周，我们走。那你就等着黎正业卷钱跑路，东窗事发之后替他背锅吧。非法转移资产、商业间谍，这些应该够你在监狱里蹲到老了。等等，我说，黎薇薇今早之所以去找你，其实就是为了回。荣总，黎氏集团的黎总带着妻女过来了，说是一定要见你。荣策，你要是不想黎昭身败名裂的话，我们就好好聊聊。李正业，你大病未愈，不在家里好好休养，来我这儿演的是哪一出啊？你少在这儿装蒜。黎昭持刀行凶，杀人未遂。如果这个视频不小心流出去的话，你说他是会身败名裂呢，还是会身陷囹圄呢？所以，50个亿买断这个视频，否则这个视频将会被公之于众。50个亿，黎总可真是狮子大张口啊！你们黎家就是靠这样赚钱的。不过，你们是不是也要问问我这个杀人犯的意见？李昭，你竟然带着记者，你怎么敢伪造证据、敲诈勒索的又不是我，我有什么不敢的？你说什么？我伪造什么证据了？黎正业，我们水火不容很久了。如果你手里的视频是真的，那你早就去警局报警了，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偷偷摸摸，还要来这里勒索50亿。是啊，我们是没有报警，可那都是因为正业他顾念着那一点可怜的父女之情，他狠不下心啊。姐姐，我知道你恨我，恨妈妈，你想要杀了我，这些我都可以不计较的。可是爸爸他一直都想弥补你的，你怎么能顾念亲戚不计较？所以你们就拿着恶意剪辑的视频来勒索我未婚夫？够了，李昭，既然你不怕丢人的话，那我也就不再替你遮掩。诸位，我之所以没有报警，是因为法律也制裁不了他，因为黎昭他是一个无法为自己行为负责的精神病，这个是江城最具权威的精神病院的诊断书。黎昭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间歇性精神分裂，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和妄想倾向。李小姐，请问您患病有多久了？荣总，这件事情您是否知情？黎正业，你说我有精神病，证据呢？毕竟你伪造精神病证明也不是第一次了吧？你说什么？我说，你当年是不是就像今天这样，拿着这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和视频，把我妈妈，一个正常人，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你少在这儿给我泼脏水！如果你有证据的话，就像我一样拿出来呀！证据？你以为我没有吗？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好像早就知道我的计划，有备而来？李薇薇，你的偷拍技术好像不太行啊，要不要我们一起来看看原版视频？爸爸为了铲除你们母女俩这2个绊脚石，先是找人假装人贩子拐走了你。自从你失踪后，你妈那个疯婆子天天哭闹着找你了，精神彻底垮了。爸爸嫌她碍事，伪造了一份鉴定报告，把她关进精神病院，最后亲手拔了她的氧气管。黎薇薇在找你的时候带了隐藏摄像头，她说阿姨那些事情也是为了故意激怒你，想拍到你失控的样子，成则勒索你们，套现跑路，败则像当年对付阿姨一样对付你。原来他打的是这个算盘。李正业，王梦华，这段录音中指控的滔天罪行，你们要作何解释？这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我当时明明看了你们客厅，根本就没有监控，怎么可能拿得出录音啊？我刚刚什么都没说。你说的对，阿策是早已经把家里的监控撤了，可你是不是忘了，在你说这段话之前，我干了什么？狄正业先生，李薇薇小姐的录音是否属实？您真的策划了拐卖亲生女儿、谋杀发妻吗？王梦华女士，您是否知情并参与了这次犯罪行为？作为现任妻子，你对此有何解释？这简直是骇人听闻！如果录音属实，就是故意杀人。李正业，请您正面回答。假的，这个录音是合成的。关于黎昭和荣策的不实指控，我会追究其法律责任，绝不姑息。李正业，这事情还没有说清楚，你们都别想。你这是非法监禁，我会告你的。告我？随便，不过在此之前，你需要在记者面前向昭昭交代清楚。交代？我有什么好交代的？我都说了，那个录音是假的。还狡辩？这是备份，送去专业检测中心检测一下，半小时之内把报告拿给我。是。哎，慢着，就算那个录音不是合成的，那也是微微的胡言乱语，一时气话呀。气话怎么能当证据呢？气话？一个正常人还能说出这种气话？李总，你信吗？难道黎薇薇精神有问题？荣策，你胡说！为了给黎昭洗白，你居然说我女儿有精神病！我女儿怎么会有精神病？好啊，没有精神病的话，那就不用去鉴定中心了，直接送警局吧。你老婆的？你说的对，薇薇她有精神病。爸，我没有精神病。好啊，既然黎薇薇有精神病，那为了黎薇薇的精神状态以及这里的公众安全，李总，还请您马上把黎薇薇送进精神病院。你说什么？我说将黎薇薇送去精神病院。好，我答应你们，将薇薇送进精神病院。爸，我没有精神病，你这是不要去精神病院，我没病，爸，我没病啊！爸，妈，救我！正业，你说话呀！走。李正业，我要把你对我妈妈做过的、没做过，千倍百倍的加在你女儿身上。你猜她在那里能撑多久啊？黎昭，总科，该收尾了。陈月，薇薇被他们带走了，我们该怎么办？荣策那个疯子，黎昭那个小贱人，他们不会放过薇薇的。哭有什么用？原本谋划着利用薇薇上门闹事，敲诈荣策一笔，没想到玩鹰不成，反倒被鹰捉了眼。事到如今，只好请荣策和黎昭去死了。你要杀了他吗？怎么，你害怕了？我没有，只是这件事情被警察发现的话。警察？我这些年犯的事还少吗？他们有没有抓到我？富贵险中求，只要荣策跟黎昭一死，薇薇自然就会出来了。连整个荣氏集团都是我黎正业的囊中之物。还有林哲远，黎昭今天分明是有备而来，他们早就知道我们偷拍了视频，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薇薇和你我，就只有他了。放心，
他们3个一个都跑不了。3000万，帮我杀几个人。周周，既然你手里有黎薇薇指控黎正业的录音，干嘛不直接交给警察呀？绕了这么大一圈，只解决黎薇薇一个人，这不白费功夫吗？这么迫不及待对前主子动手啊？我这不也是为了你着想吗？黎正业阴毒的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那些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什么证据都没有，就凭一段录音，你想定黎正业的罪？能拉黎薇薇下水已经很不错了，要不是今天这么多媒体，这段录音根本威胁不了他。还没聊完呢。这些钱足够你重新开始了。周周，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以前那都是黎正业逼我的，他拿家人威胁我，我真是迫不得已啊。周周，你知道我心里一直都……你再废话一句试试。黎正业是什么人，你比我更清楚。他睚眦必报，绝不会放过你这个叛徒。趁他腾出手对付你之前，立刻消失吧。呸！装什么？有钱了，什么黎家、黎正业，都给老子见鬼去吧！你怎么了？不高兴？没有啊。是因为林哲元？你这是吃醋了？谁叫你曾经喜欢过他？好，我承认，曾经是对他有过似是而非的好感，不过我已经为了我的眼盲心瞎付出代价了。你难道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代价？什么代价？代价就是失去你。什么意思啊？别为过去的事情不开心了，未来我会用我的全部来爱你、信你、陪着你。好，这可是你说的。终于到家了，可以好好休息了。别动！不好！小心！上次。保护老板！站住！阿策，阿策，你别吓我，你别吓我，阿策，阿策，阿策，我求求你别吓我，求求你别吓我，阿策，我在，我没事，你别哭了，你笑一笑，好不好？我笑，我听你的，阿策，你不许死，你听到没有？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我还没有说够我爱你，你不许死，阿策，阿策。
阿策，阿策，你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别担心，我这不是没事吗？你知不知道医生说差点你就……好了。放心，我在娶到你之前，绝对不会死的。这一次，你又守了我多久？我守你是应该的，更何况你是为我才受的伤。厉正业不择手段，这一次差点让他得逞。既然我没死，那我得让他看看我的手段。对了，厉正业现在什么情况？你受伤之后，李正业也消失了。不过黎氏集团的资产倒是一直在往外转。往外转资金？看来这是要跑路了。跑？他这次可跑不掉。就算他藏得再深，也会有人暴露他的位置。你指的是王梦华？荣先生、李小姐，按照这里的规矩，对黎薇薇采取了最高级别的静养措施。才3天，就成了这副样子，你虐待他吗？没有，我们只是按荣先生的吩咐，将黎薇薇单独监禁，24小时无任何交流接触。再加上她原本就处在紧张惶恐的情绪当中，精神崩溃也是正常的。虽然很想把他们对我妈妈做的事情，都对他女儿再做一遍，但是我都明白，毕竟这一切恶果都是李正业造成的。醒醒，醒醒！李正，是你，你终于来了！求求你放了我，让他们放了我，我真的受不了了。再等2天，我就真成精神病了。你受不了，那我妈妈受得了吗？你才被关了几天啊？我妈妈呢，被你们折磨致死。李薇薇，你有今天，都是罪有应得。你想替你妈报仇？我告诉你，做梦！爸爸很快就会来救我，妈妈也不会不管我的。等我出去，一定不会放过你们这对狗男女。是吗？一个为了荣华富贵可以亲手谋杀发妻、抛弃自己亲生女儿的人渣，你还指望他来冒险救你？我该说你蠢，还是应该说你天真呢？所以，你们今天就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吗？我们没有那么无聊，我只是想从王梦华手里拿一些东西，顺便借用一下你这个人质吧。你们要做什么？荣策，你们要做什么？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放开我！放心，我还没黎正业那么心狠手辣。李正，你让他们放了我！放了我！你让他们放了我！吵死了！把嘴给他堵上！不可以这样对我！对，继续，再大点声。你越惨，你妈妈就越心疼。对。护士长，李小姐，听说这几天王梦华一直派人来打听李薇薇的病情和治疗情况。是，但是按荣先生的吩咐，我们半个字都没有透露。母亲关心女儿，人之常情，总让她悬着心也不好。该让她知道的时候，还是让她知道。你说是吗，护士长？是，李小姐，我明白了。我们走吧。荣策，李正，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回来，李正！怎么了？阿策，
我刚刚看见李薇薇被绑在那里，我一点也不痛快。我想起了妈妈，她当年是不是也是这样？甚至李正业、王梦华，他们怎么忍心？他们怎么敢？好了，没事了，都过去了。妈妈在天之灵看到你今天为她做的一切，看到你如此坚强、如此勇敢的为她讨回公道，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阿泽，我想亲手结束这一切。一定要快，3天之内能转出来多少是多少。你疯了！正业，你看看薇薇，她快不行了，护士说她有自杀倾向，我们必须马上把她救出来，现在立刻！我们自己都自顾不暇了，还怎么救她？报警，告他们非法拘禁！你这个蠢货！现在警察、税务、经侦，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公司的资产被冻结了大半，这些再不转移出去，我们再不跑路，都得进去，都得死在这儿。我不管，无论如何必须把薇薇救出来。护照、资产转移协议，你是准备要跑路？女儿现在水深火热，你居然想跑！李正业，你还是不是人啊？我不管，不把薇薇救出来，谁都别想走！你这个疯婆子，想死也别带上我呀！我告诉你，船已经准备好了，就在3天之后。你要愿意跟我走，你就给我安分点；要是不愿意，就留在这儿，跟你那个疯女儿一起等死吧。想救你女儿，就单独来见我。你知道我是谁？我来了，你想怎么样？做个交易，帮我扳倒黎正业，帮我找到黎正业雇凶杀人和侵吞苏家财产的铁证。作为交换，我立刻释放李薇薇，并且给你们母女一笔足够你们远走高飞，隐姓埋名过完后半生的。哼，释放薇薇，给钱让我们走。上一个相信这种承诺的林哲远，坟头草都快跟人高了吧？你说的对，所以你更应该清楚林哲远到底是被谁灭口的。黎正业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能见死不救，你觉得等他成功脱身、安全上岸之后，会留下知道他所有秘密，又成了他累赘的你们母女吗？王梦华，除了跟我合作，你别无选择。这是你救李薇薇的唯一手段，也是你保全自己性命的唯一机会。好，我答应你，但你要发誓，事成之后必须立刻放了薇薇，钱也必须现在就准备好。可以。这里面是黎正业当年伪造苏婉柔精神疾病证明，非法取得监护人资格，进而侵吞苏氏集团核心资产的原始文件副本和一些关键证据。原来你早有准备。哼，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黎正业背叛前妻，难保他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我。我留下这些东西，也只是为了提前做些准备。记住，你只有3天的时间。为什么？黎正业所有的海外账户已经操作完成了，公司资产转移程序会在3天后凌晨5点全部结束。结束之后，他会立刻从城东仓库出境，
他都准备好了，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证据取走，需要现在通知警方，立刻抓捕李正业吗？我要让他看见近在咫尺的自由，粉身碎骨。马上就要成了，最后这1%走完，我们钱就安全了。你怎么回事？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去国外逍遥快活了。李周这个小贱人，怎么回事？李正业都要跑了，他该不会出什么岔子了吧？哎，我刚想起护照好像赖在车上了，你等我一下。护照不是在这儿吗？对，是钱包，里面还有不少救急的现金呢。等我去拿。你在故意拖延时间。我没有啊，老公啊，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我拖延时间干嘛呀？这什么？这东西是怎么回事？不许动！举起手来！怎么会这样？黎正业，功亏一篑的滋味怎么样？是你，李周。黎正业，你伪造精神病证明，非法侵占苏家资产，还有这些年你洗钱、非法转移资产的罪证已经被我提交了。你想带着这些赃款出国？你做梦！我没有做过，你这是污蔑，你污蔑我！如果我是污蔑，那么现在应该是苏氏集团的所有资产和你那些见不得光的海外账户为什么会被冻结？你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是你，你这个贱人居然敢出卖我！救命！王梦华，我这些年做的每一件事你都有参与，从给苏婉柔下药到转移资产洗钱，你是帮凶，是共犯。我活不了，你也活不了。带走。王女士，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我。周昭，求求你救救我！你说过你会放过我的，你答应过给我母女生路的。李昭，求求你，你跟他们说一下，放过我吧！啊！王梦华，我答应过你放过黎薇薇，至于你，如果法律放过你，那我就放过你。现在，你就接受法律的审判吧。李昭，你出尔反尔，你个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好了，别难过了，这是李家必须经历的事情，不是吗？妈，我们来看你了。李正业、王梦华都被抓了，他们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你在天有灵，终于可以安心了。阿策，你知道吗？其实我妈特别了不起，她白手起家创立了苏氏。其实她早就看清了黎正业，她一直不离婚，只是为了给我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和一个完整的家。妈，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我找到可以相伴一生的人了，就是他，郑策。我妈当年
是满心欢喜的嫁给了他，可后来却落得遍体鳞伤的下场。我害怕我会像他一样，所以我一直……周周，请你放心，你所担心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绝不会有半分对不起你。如果有，我就……我知道，我一直都相信你。周周，你看，是妈回来看你了，她一定是在为你高兴呢。荣总，李正业入狱后啊，李氏集团乱成一锅粥了，股东们没了主心骨，现在正争夺控股权，吵得不可开交。好，我知道了。周周，你想要拿回苏家的产业吗？什么意思？乱了，全乱了！林正业被捕，股价跌停，合作商纷纷解约，银行逼债。李正业这个王八蛋，他把公司彻底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局面，推荐一个有话事权的人来主持大局。我看张总德高望重，就很合适嘛。对，张总我觉得也行。黎氏集团的话事人，我已经有人。李糟，你来干什么？公司现在一团糟，都是拜你所赐，你还嫌公司不够乱吗？张卫东，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哼，你说的也没错，我确实是来把这滩水搅得更乱一些的。因为从今天起，黎氏集团正式更名为念苏集团。李糟，你算什么东西？你凭什么给公司改名啊？股权呢？你手里有多少股份？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哼！就凭这个，股权交易记录，这什么时候的事？最近黎氏集团的股票跌成了白菜价，我不过是随便买了一些，哄我未婚妻高兴。难不成还要通知你吗？我吃进的这些股份，加上继承自我母亲被黎正业非法侵占多年的原始股份，持股比例达到了37%。也就是说，现在我才是念苏集团最大的股权控股人。就算如此，你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丫头片子，公司股东也绝不会把公司交给你来掌管。你同不同意不重要，因为你已经被解雇了。什么？这些年你非法侵占公司利益、做假账、非法转移资产的证据都在这儿，法务部会追究后续法律问题。你放心，你和黎正业一个都跑不了。现在还有谁不服？站出来！既然李小姐是绝对的控股人，那由你来出任总裁，当然是名正言顺了。对，我们也相信啊，我们黎氏在您的带领下，不，是念苏集团，对，会走向更好的辉煌啊！不错，有点我的气势。妈，我赢了，你看见了吗？黄梦华，你可以走了。真的？不过这段时间不要离开江城，我们随时会传唤你来协助调查。好的，警官。这次能死里逃生，是因为他们没有真凭实据，下次可就不一定这么好运了。幸好家里保险柜我还藏了不少现金，足够跟微微远走高飞，衣食无忧了。王女士，请止步。你谁啊？让开，我要回家。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根据法院的裁决和产权变更文件，这栋别墅以及黎家名下所有的财产，包括内部物品，都归黎昭小姐所有，您无权进入。什么？不可能！这是我的家，我住了20多年的家，黎昭那贱人她凭什么？哎，请不要让我们难做，现在就请您出去，
否则我们将报警处理。李昭，你个贱人，你给我出来！你个言而无信的贱人，出来给我说清楚，把我的钱还给我！夫人，我妈，李让的贱人呢？他是不是在里面？黎小姐和荣先生一早就交接完房子离开了呀。我们这些黎家的佣人也都被遣散了，都离开了。他们去哪儿了？快告诉我！我听荣先生打电话说，好像是去了静安山的那家精神病院了。精神病院？他们去那里干什么？难道他们要对微微不利？哎，夫人，夫人！荣先生、黎小姐，按照吩咐已经解除了对他的强制措施，也做了基本检查，但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不容乐观。李薇薇，李昭，你怎么来了？走，走！让我走，那你呢？想走吗？这是容策的车，他们果然在这里，他们果然要对微微下手。李昭，你个毒妇，燕我你不得好死！没想到我机关算尽，最终还是输给了苏婉柔的女儿。落得如今一无所有，有家回不得的地步。可是，如果黎昭和荣策死了，那这一切，包括财产，是不是都会回到我的手中？拿着吧。这么多钱，给我。为什么？上一辈的恩怨，到此为止。你作为既得利益者，在这里也赎了足够久的罪。我说过不会赶尽杀绝，也答应过王梦华饶你一命。我黎昭，说到做到。放我走，真的。拿着这些钱离开江城，再也不要回来，过你自己的日子吧。哎，等等，我怎么走啊？这荒郊野岭的，这鬼地方，我没有车，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我怎么走啊？开我的车走吧。医院门口，黑色。那我们在这里等等，我让小孙过来接。谁呀？王梦华女士，我们是江城警方。你好，是有什么事吗？关于黎正业案，有几个关键细节需要再向你核实一下，你现在方便吗？我现在有点事，晚点打给你。走了，开走了。容策、黎昭，这对狗男女去死吧！微微，妈妈这就来救你了。小孙马上就到了，咱们去外面等吧。黎昭、容策，你们不是已经开车走了吗？怎么会在这儿？你监视我们？昭昭是来兑现承诺，放黎微微走的。你要是再无理取闹、纠缠不休，我不介意立刻让警方介入，让你提前回去配合调查。放微微走，兑现承诺？那微微在哪？微微在哪里？发什么疯？滚开！李昭，你快告诉我，微微呢？她到底在哪？他刚才已经拿着钱，开着阿策的车走了，你没看见吗？
荣总、李小姐，你们没事太好了。我刚才收到荣总座驾的警报，说是因为刹车失灵，然后就爆炸了。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在车上呢，吓得魂儿都没了。微，难道是他在车上动了手脚？自作自受。好了，别想了。小孙，这件事交给你处理。是。阿策，你来了。嗯。你怎么没给我带奶茶啊？我快累死了。我让小孙去买了，这么着急过来，我是想把最新的消息告诉你。什么消息？李正业一审判决已经出来了，判的无期徒刑。那王梦华呢？他呀，因为中风导致了半身瘫痪，现在还在医院躺着，而且之前自动上传云端的车载监控也已经证实那次车祸是他动的手，也因此他涉嫌故意杀人，恐怕这辈子都出不来了。这次也算是尘归尘，土归土了。今天虽然没有给你买奶茶，但我还带了别的礼物。除了这个，还有别的消息？周周，我们订婚也快半年了吧？那我的婚礼是不是该还给我了？什么叫把婚礼还给你？你说的我好像一个渣女。前尘往事，爱恨情仇，截至今天彻底了结。周周，这是你真正摆脱过去的阴影，迎接全新生命的开始。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你新生的起点。我愿意。